Matrix 4系列可在紧急搜救场景中快速响应，还可在15秒内完成快速换电起飞，高效轮转。手机充电器做不到1秒给电池充满电，无人机就得去换电。汽车充电桩做不到3分钟给电动车充满电，汽车就得能换电。厂商做不到有更先进电池的时候，给卖出去的每一台车都换一块电池，汽车就得能换电。手机为啥不去换电呢？电量小呀，充电的时候也可以用啊，还可以拖着充电宝使用啊。手机电池坏了，把整个手机扔掉也没多少钱。汽车行吗？汽车电池衰减了，续航下降了，过保你也得继续开呀，你也得承担这台电池可能会自燃的风险呀。不能换电的话，你的能力就差一截。燃油车时代，你买劳斯莱斯跟你买一台50宏光加油或者你说补能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。电动车时代，不同价格的车，不同电池容量的车，不同循环次数的电池，充电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在同一个充电站，它忙的时候充电的时间跟它不忙的时候充电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，这样的体验是不对的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有且仅有换电。至于你说加充，这是电动车相比燃油车的优势。你不能在家里装一个加油站，但是你可以在家里装一个充电桩。能换电的车一样可以在家里充电，但是只能充电的车，它活动的能力，它活动的便捷性，就是比能充电、能换电的车要差一点。冬天到了，全世界的电动车主都爱换电，不下车、不扫码、不开充电桩的功率盲盒，3分钟搞定。要是对面再有一台车踩在深深的积雪里，捧着硬到不行的充电线，在颤颤巍巍的从20多个广告二维码中挑出正确的二维码扫一下，他就知道换电到底有多好了。截止到2025年1月12日，蔚来在全国共有3015座换电站，破了3000座了哦。换电次数也达到了6250万次，每日换电次数接近10万次。每一次换电，你都可以理解为它比充电更方便，否则大家为什么不去充电呢？别着急啊，换电站的盈利也正在路上。一座换电站如果一天换电达到60到70次，差不多就是盈亏平衡的。而蔚来第4代换电站的换电能力，每天甚至可以做到480次。在上海，蔚来已经部署了超过150座换电站，绝大部分的换电站换电次数都超过了100次每天。而且呢，从社会价值层面来看，换电不仅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，换电站闲置的产能还可以很好的跟电网互动，对社会的贡献很大。这些都是能赚钱的，所以不要再操心换电会不会亏钱了，一定是赚钱的业务。今年呢，换电的外部环境也好多了。当蔚来自己只有几百、只有上千座换电站的时候，说福利不足；但是有了3000多座站的时候，全国大部分都像油车一样补能迅速的时候，吊打充电。有6000多万次累计次数的时候，不管是换电技术还是电池的运营次数，都有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的时候，这个事情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宁德时代也开始做换电了，最懂电池的宁德时代都高喊着以后换电要占1/3，他还没有整车销售呢，他想做换电得仰仗所有的主机厂呢，他都要搞换电。宁德时代是不懂电池的寿命吗？宁德时代是不懂固态电池吗？有了固态电池，你要不要补能吗？要不要充电吗？但凡你要充电，那肯定就是换电更快。这就是趋势啊！以后呢，每年全中国新增1000多万台纯电车，300多万台纯电能换电，就看你要不要有这种先进的能力。到今天，蔚来也卖了70万台纯电车了，每一台都是能充电、能换电的车。让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希望到700万台的时候，答应我，这其中要有一台是你的车，好吧？对了，蔚来呢，其实也并不是因为有换电才有溢价的。你去看看乐道 L60，它比 Model Y 更便宜，比 Model Y 空间更大，比 Model Y 更豪华，比 Model Y 更智能，比 Model Y 更舒适，它也能换电。那什么叫溢价？Model Y 才是溢价好吗？凭借一个美国品牌用车企几乎最高的毛利率，还让你趋之若鹜，这才是叫赚溢价爽歪歪。相反呢，如果你买一台车它不能换电，今天你买多少钱？我觉得你日后还要准备好个10万块钱。这个10万块钱不干别的事儿，就干你这块车电池不行了，你换新电池的钱，你还不一定够。不信你去问问2015年买电动车的人啊，他们今天的车换一块电池10万块钱够不够？电池还能不能买得到？如果一台车它不是通用电池包，一旦这个产品到达不再生产的时候，想维系一块售后可用的电池包，其实都是问题。最近蔚来的换电好消息呢也有很多，比如2024年的12月份，蔚来已经实现了江苏换电的县县通，覆盖全江苏省95个县以及县级行政区，江苏每个县和县级行政区都有蔚来的换电站了。江苏只是第一步。全国县县通今年会完成很多个省份，明年全国会都做完。下次你再说没有换电站，
只要你们家是个县级行政区，它一定有，人多的地方一定不止一座，比加油站多肯定是目标。换电联盟今年也有好消息啊！换电联盟第一台合作车企的车是奇瑞，奇瑞的星途已经在未来换电站测试了，今年第3季度就会上市。有的人啊说换电未来只有一家做是不可能成功的，结果呢，未来干了3000座站，干了6000多万次换电，自己的充电桩呢服务于全世界所有可以充电的车主，也干出了车企的第一，没话说。又说啊，未来一个品牌干换电不开放肯定是不行的。结果未来搞了一个换电联盟，一堆大佬的品牌们都加入了。接着又说呢，换电联盟没有车换电，这些大佬们跟你签一个协议都是逗你玩的。结果奇瑞的车今年就率先出来了，后面还有几个品牌在路上。他们又说呢，换固态电池以后来了，换电没有前途。结果宁德时代最懂电池的人说，10年之后换电要占1/3。这些人啊，就跟说未来要倒闭的人一样，要么呢是认知差，要么呢是收5毛的，每年都被打脸，每年呢还都接着说。他们呢并不是没有脸，他们只是不要脸而已。那我是董买买，一个未来车主，我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输出一些关于换电站的内容。我相信通过持续稳定的输出，会让一些朋友们看到真实的换电，看到真实的未来品牌。希望你也能跟我一样有机会去试一试。如果你买车的预算是30万以上，你就去试试蔚来呗；如果你买车预算是20万以上，你完全可以去试试乐道；如果你买车预算是10万块钱以上，你甚至可以去试试蔚来的精品小车萤火虫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董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、收藏、订阅董买买。买买在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